所以有时候讨厌到连现在看自己都觉得变得好丑。或许本来就一直都是丑的。Salut， 我是 Zephyr， 我是金桃姨，欢迎来到汉蛋801人生侦探所。金桃姨，我最近非常的焦虑，因为我最近的生活感觉到非常的混乱，然后一方面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很多事情想要如同我预期期望的这样进行，但是一直有遇到阻碍，然后我们现在的 podcast好像一直迟迟没有被大家听到看到，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困扰，然后心里就有一种空空的感觉。空虚吗？对，有一种好像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控制，有一点失去了控制，然后心里很焦躁，然后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糟糕。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不管在做 podcast， 你在生活中的这些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喜欢吗？应该是喜欢吧，至少 podcast 我是非常喜欢的。OK， 工作不一定，尤其是可以跟你讲话。工作不一定。工作就不一定。OK， 那生活呢？其他所以生活没有，但是虽然我没有说，因为我们工作上就是一个社畜嘛，所以虽然不到那么的喜欢，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会按照我的计划，我想要它变成什么样子，我还是会努力啊。对。可是就身为一个社畜好了，就你想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控制老板跟着你走吗？不可能吧？没有啊，但是至少你能够控制的部分，你能够做的部分，能够好好的做。对啊，如果像公司里面一个专案，如果它是一个 teamwork 的话，它本来就是关系到很多人，还有甚至是不是你公司的人，甚至是外头的窗口。这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那很多事情好像能做，只剩下你自己的这部分好好的做好，然后其他就只能就是看其他人的造化，就有时候真的就是神明的事。我不晓得，因为我可是可以把一切推给神明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是我自己做事，我慢慢会把它切成3块，就第一种是我的事，就是他到我面前来交代给我的，不管是谁，我一定会把它做到全好，做到尽我全力这样。然后再来呢，我需要跟其他 teamwork， 别人要怎么使用，或者是别人怎么看待，或者是别人后面把它延续下去的方式是怎么样，那就不是我可以控制，那个我就不管了。然后呢，这个专案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其中一个角色而已，他最后怎么样真的就是神明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整个专案后面会长成怎样，除非是我是整个 PM 或者是整个有办法控制这整个状态。我如果只是从事它中间某一块的一个角色一个部分的话，我就只能尽力好做我的事情。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匮乏感其实就是找不到成就感，就是一部分是找不到，但另外一部分会让你自己失去信心。对，所以有时候讨厌到连现在看自己都觉得变得好丑。或许本来就一直都是丑的。这跟你的长相不会因为你的心情好坏不同，你的确会看起来比较憔悴，但你不会因为这样鼻子就歪了或眼睛就变怎么样。我觉得每次跟你讲话的时候都会很容易哭，一部分不是我的问题。一部分应该是你也太诚实了。没有啦，我会觉得我想要问你是说你最近心情这样子吗？或是你在生活中就有没有什么会即使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好 podcast， 就没有照你的希望成长，你工作没有办法这样，可是有没有某一些时刻，一整天中某一些时刻你还是觉得我好棒哦？某些时刻我看来是没有。看来是没有，我就空空的啊，就是觉得心里非常的混乱嘛，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在的状况。就是这种匮乏感的时候，就匮乏感我觉得人一定都有啦，就没有人真的说内心超圆满的超富足这样，对，好像也不太可能。但匮乏感好像感觉就是一个状态，它有时候会跑出来，很像过敏这样，它就有时候会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那有时候又好像还好。对啊，那可是我自己会比较认为是说，像我们在匮乏感这段期间那种很忧郁或者很焦虑的感觉，我后来感觉到的是，其实是那种忧郁的感觉是我们的心其实一直留在我们的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那些不好的经历，那些不舒服的感受，或是那些没有照你的意思发展的事情，然后这些焦虑呢，其实是跑到了未来去想了一些很多有的没有的可能性，对，然后把这东西留着，把你的等于是你的精神跟灵魂都跑到未来去，然后去用焦虑的方式躲在未来。结果呢，真正的你呢，反而是被夹在现在这个中间，过去跟未来中间呈现有点动弹不得的状态，你就觉得你做什么都不对。对，因为匮乏感有时候也不见得只有生活中。对啊，对，因为感情上面也会常出现的匮乏感啊。像我也有听到朋友会常说，我一个人也很好啊，身边有很多好友闺蜜，我不需要男人对象。对，那事实上有些人是对，可是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单身的话，或许是，就是说这也是就是话语的表面之下，可能掩藏的是他也是在感情中有一些匮乏。对，然后如果需要，我觉得如果可能他一直不断提这件事的话，其实就可能是很有问题。我觉得就像是有没有老师有时候在台上会说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下面人都说没有，这时候就分成3种人了。对，一种是真的完全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也解决了，就真的没有问题，他都会。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也不会，所以还不知道问题在哪。还有一种是似懂非懂，可是也搞不清楚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对，所以如果是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些人是的确已经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了，所以他可以觉得他不要。可是如果是会一直拿着我不需要男人，对，或是我不需要感情，我只要有身边朋友就好，不断拿来讲反而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好像要说服自己什么，就是掩饰自己根本想要祈求我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又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别人说啊，我其实没有那么样需要。就台语有一种叫做爱加给塞里，有没有？就或许其实是你一直不断的说服自己，还有一种就其实就是好像你要这件事情，你承认你这个匮乏就是一种示弱的感觉，对，没错。但其实有时候示弱又怎么样？对，就是真实面对自己就是缺乏嘛。对啊，我就有人陪没有不好啊，这本来就不是件不好的事。可是可能对他来说，单身就是一种匮乏，一种不好的意义，对不对？或许才会强调。对啊，就是不断的强调单身多好这样。但是有伴侣也不一定是最好，反正就是你不需要就不需要这样不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我就是即使我相信还是很多单身人在某些时候，闺蜜都有自己的伴，然后身边人都各自回自己的家，你自己回到空空的房子，如果又没有一个宠物让你有个家的归属的话，一个重心的话，空虚感难免还是会跑出来。对，就哭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重点还是好像该是你要有没有能力去看到自己和接受自己各种不够圆满的状态。对，那现代人金钱匮乏感应该是很重的，对不对？对，我就很重啊，我对金钱匮乏感其实很重。对，所以你在哪方面表现出你的匮乏感呢？我一直以来都有在金钱上匮乏，其实到现在都是，但我最近已经说老实话，应该说这1年多，我一直在针对我这个金钱匮乏感，也特别在处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处理。我过去对金钱匮乏感，是我对花钱会很害怕。害怕？对，我花钱，我
花钱出去我就会觉得有点焦虑花钱你就会觉得失去什么东西吗？对，失去因为我不觉得它能那么快回来，所以我对赚钱我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收入的能力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我不太像有些人会讲说你就是要花出去，钱水就是要让它流动，花出去才会赶快赚回来。我都觉得你在讲什么花出去就是花出去，它什么时候会回来过？没有啊。而且我以前我觉得对金钱的匮乏感还有一部分源自于我自己的没信心。你质疑能力吗？对，我对于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或者是我自己的靠这个用这个能力赚钱的能力是自己是怀疑的。像我会不好意思定价，我就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太高人家不收，或人家觉得太贵，或者是说这东西这样子人家会不会去比价，我会先帮别人设想很多不会来跟我交易的可能性。对，所以我就已经是让自己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不要说花钱对我来讲很焦躁，即使收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内耗的过程。我连对就是到底要怎么收钱，就是1个小时应该怎么算，这件事情我都搞很久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因为我进来的速度慢嘛，因为我替自己设了很多框架跟限制，那当然每一块进来的钱对我来讲都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甚至是比别人还要花更多的精神时间，不要说劳力时间了。所以我对花出去就会感觉更焦虑，因为我会知道他进来的不容易嘛。对啊，那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会整个钱的状况流转就其实会变蛮卡的。对，就是因为其实我后来理解到，其实是我对金钱我不够理解我的金钱。然后我后来看了一本书叫做散户流浪记，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看。很有趣。流浪记，对，他就讲他的怎么样的。我从里面学到蛮多对金钱的观念，然后也改正了我很多对金钱上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里面讲到一个完全讲到我的点，就是常常挂在嘴巴，就是钱不是最重要的事。你就是跟单身是一样的啊。对，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不需要男人。对，钱无所谓，就是钱不是万能的，这样。就是最常讲这种，或是说反正我又不是为了要赚大钱，就我做这件事又不是为了要大富大贵，就好像一副我对不需要视金钱如粪土这样，可是明明我非常需要。对，所以后来我就在这里面去找到我自己对金钱其实是有极度的匮乏，我不是像我嘴巴讲的，是对，我刻意贬低金钱的价值，好让我自己看起来比较高尚，我不需要它，免得让大家觉得说原来你是一个这么追求金钱的人。对，可是后来我发现金钱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对，它本来就没有带的对错，重点是你怎么赚它，还有你怎么花它的过程，还有你花它的心态是什么？对，你赚钱的心态是什么，还有你花它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那我后来就比较能够理直气壮去收很多，就是收我认为我符合我自己专业跟时间的钱。再来是我很确定，就是我的确需要这些钱。对，我面对我自己内心的我真的需要钱，因为我有好多事情想做。我不会，我目前就不会觉得说我想做的这些东西是贪求啦，对，是超过就是妄想这样，没有，因为我真的需要这些钱来让我可以帮助更多人。说老实话，我想做的是帮助更多动物，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我真的需要钱，我需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更加好好的去理解钱财金钱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我那时候碰到我一个朋友，他是很棒的精算师，他就是在那个数字上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概念的，非常有概念，而且他对数字是他的好朋友，他就是很爱数字这样。他也讲到跟散户流浪记对，他就说没有，你就是很需要钱，你为什么？他就说你看你对你喜欢的事情，比方说你喜欢的食材或者是你喜欢的一道菜，你会好好去研究它，你会去想要知道这家餐厅，你会好好去理解它。可是金钱你为什么都没有，表示你根本不喜欢它。如果你够喜欢你的金钱，它如果是中性的，想要接近你会想要理解它嘛？钱到底要怎么赚？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它？就像我好爱我们家狗一样。
我好爱我们家的猫，我会专注它每一个小细节嘛，它今天吃的饭吃的怎么样啊，它今天睡眠的状况如何，我会很认真的去跟它相处，跟去理解它。他说所以你根本就不喜欢钱啊，你根本就没有善待你的钱，你根本对金钱是没有善待的状态下，你甚至很多时候是以为你不理它就好了，以为不要去处理就没事，可是事实上它问题就是在，因为你就是需要它。他就说你不可能，你不可能想要养一只狗又不花时间在它身上的概念，对，他只会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乱而已。他说金钱其实就是这样子，就你不可能，其实内心是你非常有需要，但你又呈现一种不理他的状态，那你就把自己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生活里，你是不可能过得好，你也不可能有钱的。就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的，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去理解金钱，不是说我钱要拿去怎么投资，是我开始记得我每一笔花费钱怎么进来跟怎么出去的。对，那个金钱的匮乏感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不是像你说理解这个金钱背后的意义，对你来说它是可以让你怎样生活变得比较好，可是有些人只是脑袋里面对金钱的定义就是我要赚越多越好，对，然后就一直觉得说我花钱啊，就是只看这个东西的 CP 值高不高，对，那守财奴，对，然后对金钱的花费是锱铢必较的，就是说不管他今天是不是用在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上，我都会怀疑每一分钱是不是可以做最大利用。那我之前就是有遇过一个主管，然后他的金钱观就是类似像这样，他对于很多人他也是用 CP 值来看，他说这个A 员工目前他的努力程度我们可能可以给他多少薪水这样子，那 B 的话呢，可能他没有办法做到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可能只值多少钱，甚至他愿意要去买个东西犒赏大家，他都是说车轮饼只给那一些他心目中认为有价值的人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人，就是事实上就是他可能那也是一种匮乏吧。对，事实上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你钱可能越赚越多，可是你心里还是觉得永远都不够啊。而且我觉得这种状态的匮乏是变成让人家就有些人会变得很短视。对，他只看到现在好像5块钱应该有5块的钱的价值，他需要完全看得到，眼睛他现在摸得到、感觉到、感受得到的价值，但他没有办法放长远，比方说这条是人脉，或者是这个人的长远性，所以他是没有远见跟能力的。对啊，所以其实这种也是障碍自己，就是如果佛法里面不是所谓的愚痴吗？就我们看不到远的地方，我们只看得到短的。我现在要看得到，马上让我摸得到的，其他都不算，那都不算，我都不想知道。对啊，那你其实就等于是你说就不太可能会长什么智慧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很像他的匮乏感，就是他越想要去抓取什么的东西，就越显得他自己很不足。对，然后有些东西就是你好像是越努力就更容易失败。我们用力过头的时候，当然这也是控制的一种嘛。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漫威的那个奇异博士，里面那个很神奇的古一大师啊，我还蛮喜欢他。他里面有讲一个关于臣服的事，你要臣服你的人生，你所面临的所有事情。那我觉得讲一句话还蛮重要，就是你一直想要控制这一切的话，那这些控制其实都是幻觉而已。对，我们以为我们靠着我们的意志力啊努力可以控制这一切，可是我们人真正有力量的时候，其实是放手放下，对，很多所谓的执着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那个百货公司玩过那个棉花糖机，就是你自己卷棉花糖，自己做的。对，那个
你如果去那个小朋友玩具反斗城里面也可以买，就是小朋友他有附那个糖粒哦，不是糖对，粉，然后他就会自己卷出变糖丝，然后他有那个小木棍，小朋友可以去卷这样。哇！然后我在跟我侄子玩，在那个大爱高岛屋顶楼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完全也是在讲控制，就是他那个糖丝哦是一直在飘嘛。对，那我们会很习惯，会很急着想要把所有糖丝都绕到，所以我就会想要把那个木棍随着糖丝绕着跑，绕着转，结果反而什么都沾不到。对，就是其实而且最后那个我因为一直绕，跟着那个糖丝跑，然后跟着转，然后我甚至会一直想要去接某一种颜色的时候，那整个棉花糖重心就不对，然后就根本就附着不住，就整个就倒了，根本就没有，就整只什么都没有得到，它就最后还是只是一根木棍而已。对，然后后来我看那里面的小姐在示范，她真的就是很平稳的把她的就是竹签就是非常平稳的摆着，稍微跟着绕一下而已。然后大家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持平的，去没有要跟随任何一个糖丝，但很神奇，那糖丝就会自然的一直绕在这个木棍上面，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这么的辛苦，然后也不用手忙脚乱。对啊，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我们好像想要去抓那些糖丝的感觉，我想要这个颜色，我想要那个，我想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要多绕成怎么样。对，可是实际上你应该就是要心要保持一定的平稳。其实很多东西该来它自然就会附，就是它那些糖丝本来就会附上来，所以你其实根本不需要特别用力，所以你越用力或是越想要去追着那些东西的时候，反而什么都不对，甚至就是一团乱了，就是整个就是重心都不对，然后平衡也不对，然后你完全没有一个平衡的支柱去支撑这些东西。对啊，所以想要控制一切的发展，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很不足，就是还是有你无法控制到的地方，那一种不足的恐惧有时候会让自己不断的一直想要往外面求嘛。对啊，对，那就像是说我们常会感情上呢，就会想要找一个人来弥补你自己空虚的地方，你做不到的地方。我可能在事业或者是社会上的地位上是我做不到那个样，我找了另一个人来帮我补全我这个不行的地方。那当然没有不行，但是如果这其实是你完全我都会，我长到这个年纪，后来我都会发现是说，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对于命格我会不会是个好命的人非常的执着，我会到处去算，就是我是个不好命的人，我要担责任的人就会觉得很难过，或者觉得自己好辛苦这样。但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重担跟自己的责任，但是你的好不好命绝对不能够把它建立在有别人给你，就你的好命你绝对要清楚你想要好命的条件是什么，你不能等别人来给你想要的好命，因为对你的好命的定义跟条件跟别人认为好命的条件跟定义搞不好根本就不一样。那别人只是认为我给你我最好的了，可是对你来讲可能很不足啊。那所以你等于是就把你的期待放在错误的人身上嘛。对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清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认为是好命的生活或好命的条件，就是必备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我自己能给我自己多少，我自己能去抓取到多少。对啊，就建立在别人身上，就感觉上你的整个支柱是整个交给别人，那这人走了或是这个人亲自摧毁他，那你是不是就垮了？对啊，所以有时候你越是专注希望得到对方的关注或付出，那如果当有一天他没有再做这样子的付出或关注，或是给你更多的财务上、金钱上，或是情感上的支持，那你可能会觉得我更空虚了。对啊，因为这一切既然是别人给你的，也有可能是就会被收回的。对，那我就想说，有时候就很像说，我们想要控制这一切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缺，就很像是当你手想要去抓沙子，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手可以抓越多的沙子？
应该是要把你的双手摊平，而且最好是2只手都伸出来，对，2只手，然后是摊平放开控制的状态，就是用手去盛取东西，而不是双手紧握的时候，双手紧握的时候沙子就全部流光了，那什么都没了。没错。对，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说，如果要真的解决这种匮乏感啊，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不是借由外界来祈求外界来帮我们填补我们的空缺。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这种匮乏感也是一种无意义的想象，无意识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或许我们自己根本不清楚，对，不清楚，或者是他这个空缺太巨大，或者已经巨大到你已经习惯了，就像我对我自己金钱的恐惧或是匮乏一样，从小就是其实虽然我其实真的没有见过，就是我父母也没有让我，但我不晓得我那个有可能是我妈妈遗传给我，也很难讲，但是这可以去听上一集。对，就是我的匮乏感我才知道，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跟我讲，你到底你就是从来没有饿过肚子，你也没有钱过，你到底在怕什么？就你对我自己也很意外，原来我有这么巨大的匮乏感这样。那我自己面对的是，我开始好好做记账这件事的时候，我开始认真去做记账这样。我真的是晚上睡前，我需要让我的钱包里跟我今天的账是要平的，多1块钱我都要想清楚为什么它不见了。虽然现在刚开始这样有一点点，多1块钱你会想清楚，我会想为什么会多，会多吗？还是有时候会少1块，有时候多，就是多应该是会开心，16块之类的，多应该是会开心的吧？1块钱没什么好开心，只是觉得说是哪里错，为什么？然后我好好的去记了这样子1年多的时候，我开始认真去发现我的钱，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真的花蛮多钱在我的宠物身上，它真的占了我大概1半以上的花费。你真的很爱它，在你这么爱金钱的状态下，你愿意分享给它。对，我真的是不顾。然后后来我就更认真的，然后我还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不是都有那个云端发票吗？载具嘛，然后我会就是把它会可以档案，你可以下载下来，对，我就把它下载成 Excel 档。然后我把它丢到那个 ChatGPT 那个 AI 里面，对，我请他帮我分析，对，然后我请他帮我想说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取代的方式，替代方案。什么替代？比方说我狗狗会有，因为狗狗有年纪大的狗狗嘛，会有尿布，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其实可以用什么东西取代替代尿布，它的价格可以少多少。对，我觉得这样子帮助我给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比方它一包尿布宠物用的大概是500块，对，500块1包这样。然后但是如果我用婴儿的，我只要稍微自己剪个屁股的洞，就1包其实才200多块，整个差一半，差不多。然后我就等于是同样的用的时间，我还可以买2包，对，就差蛮多。那其实就是我有用到 AI 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帮助还蛮大。那其实我在这过程里面，我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一样是500块，我用的时间更长，然后就品质是一样的，但是我有更多弹性的方式去用，然后我就更了解我金钱到底跑去哪里了，然后是怎么用在更好的地方。对，我不再会觉得是说这尿布好贵，我要赚更多钱来买这些尿布等等。可是或许这尿布是有一个替代的方案，或者是有更便宜的解决方式，一样500块我可以让它发挥到更好的功能。对，所以我在记账这方面我自己是学到蛮多的啦。对，那对我来说的话，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的匮乏感？基本上我是会想要转移目标，对，然后要放下控制，因为通常你会有这种匮乏感，就是你一直执着在原本你欠缺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照你
的原本想象我要控制之下要完成的成果。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不要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再继续钻研或是执着。所以像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会去做。例如呢，我喜欢帮我的那个办公室的桌面做不同的设计跟布置。对，那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会通常开始想说，我想要在上面增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把它布置成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是巴厘岛风或者是比较禅意。你冥想还是去巴厘岛？对，就是找各种机会可以出国。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今天在小事情上面得到的一种成就感跟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弥补我的内心空缺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在小小的目标里面，我其实是可以达得到的。所以对于别人，可能别人看了以后也会说称赞说你这边变得很漂亮或什么，那就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有自信心，就是我在我能够控制的小地方我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因为像我如果焦虑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煮饭。因为煮饭对我来讲就是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它就一定会好吃。就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是自己吃吗？对，或是分给别人，就是朋友吃也是可以，然后或是煮给我们家的狗这样。那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一整天都乱七八糟，或是目前都没有什么进展。对。可是煮饭这件事就是金针菇，然后金针菇只要加一点那个金针菇大餐。对，然后或者像豆腐，只要那个鸡蛋豆腐煎过之后，它就会变咸咸香香，然后脆脆的这样。你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它一定会有一样的结果，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至少在这方面你是完全是可以照着你的意思走，不会觉得那么糟这样。好，那我也是有时候是整理房间啦。我也会。对，因为整理房间其实就是有点像整理你的内心。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在另外一个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得到你的成就，不一定是工作就是生活中可能今天状况真的就是没什么那么顺利，没那么，那我们就好好整理一下我们的看得到的那个部分，比较私密空间。就外部再怎么混乱，至少你自己的部分是不混乱，就觉得舒服多了。对，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我吃完晚饭以后去快走，尤其是公园的快走。对，因为一方面是你就是压力大之下你又吃太多东西嘛，然后那个空虚感就是你吃完以后发现身材也变了，然后就更空虚，所以什么都没得到，所以就正好趁这个时候就是去运动快走。那运动跟快走的好处就是增加你身体的多巴胺，那多巴胺就是会让你自己心情就会愉悦，这就是一种反射的动作，我觉得。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处，两全其美。因为我如果像就是煮饭什么都还，我一定会把床单换新的。床单？对，每天？没有，就是如果状态比较不好，我一定会去换床单，然后躺在很舒服，还有棉被也都会换掉，然后就全部都是新的感觉，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对，没错，就至少感觉一整天是一个舒服的结束，虽然说前面乱七八糟，但是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床，然后很舒服的枕头跟很舒服的棉被，至少觉得今天的结尾没有那么糟这样。你一如往常金桃姨，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吃好也睡好。对，对我来讲，我不管今天再怎么糟，真的很乱好了，但我其实唯一对我自己最有效的一句话就是我至少要把今天过好。对，我一定要把今天好好过完这样。好，任何一个时间会让我觉得今天没有白过，这样就好了。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若你喜欢 Zephyr 和金桃姨的斗嘴跟节目呢，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和分享，或者订阅 YouTube Miss Zephyr 的人生侦探所。